，Hello，阿崩，Hello 老人家，问个路哦，到龟壳岛怎么走？你知道吧？啊，龟壳岛啊，龟壳岛怎么走啊？你也不知道啊 ？OK， 那算了，好好玩的牛啊，这牛长得慈眉善目的。离开了新山的森林城市，那就说明我的整个环马来西亚的摩旅已经完成了一半有余。此时我并没有急着北上，因为我还没有到达柔佛州，或者说是整个西马半岛，甚至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最南端。而这个最南端的点呢，在我们柔佛州南边的一个小渔村，叫做龟卡。离开森林城市，穿过普莱河大桥，我们离龟卡就只有不到1小时的路程了。大家骑摩托车用谷歌地图导航呢，一定要选择摩托车的导航选项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可以导一些只有摩托车才可以走但汽车走不来的小路啊。比方说，现在我们从那个成人森林到龟壳岛，如果要是走高速公路或者大路的话呢，要绕很大一个圈。但是摩托车呢，就可以穿过这个游中园。这种很康崩的这种游中园的小路呢，骑起来非常享受啊，都没有什么人的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马来西亚的农业拳头产品，也是马来西亚的农业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就是这个油棕果。这个油棕树的顶上，就是那个树冠的位置，成熟了以后就会结出这样的油棕果。这些油棕果采摘下来以后去榨油呢，就可以出棕榈油啊，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产品了。这个东西好大的，哇，这么大一颗一颗的，比人的头都要大。啊 ？Follow me, OK. I will follow you. OK, cool. OK, yeah. Okay. Oh my god. Come. OK. 哇，这位老兄好厉害呀！大马是允许残障人士驾摩托的，所以快到龟卡时，我遇到了这位厉害的老兄，他非常热情，要带我去龟卡小镇。I'm from Penang, but I'm from China. Yeah, I'm from China, but I'm living in Penang, you know. Okay, say first, you go first. Okay. OK， 我们到了龟壳岛的这个镇上，看，笨针龟壳咸水港渔村，一个海边的小。OK， 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哦，还蛮热闹的。整个龟卡不大，就一条主干道，而主干道的两边呢，就是当地居民建造在海上和滩涂上的小木屋。而这条主干道的尽头呢，就是龟卡著名的jet替，也就是轮船码头。现在龟卡这边的这个 ferry 了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是去印尼的一些岛屿的一个国际码头了。那么通往那个龟壳岛那个小岛的这个渡轮呢，到现在还没恢复，因为这个岛上的国家公园呢还在维护，还在维修。听当地人说要今年的5月份才能重开了。傍晚终于到了新山最南端的华人小渔村龟壳。真是一个安静又祥和的小镇呀。龟卡是马来西亚柔佛州南边的一个百年华人渔村，两个定居点位于龟卡大道的两边。我们面向jet替，左边的叫做咸水港渔村，右边的叫做龟卡港角渔村。从无人机视角可以看到，这里的民居都用高脚柱建立在海滩之上，类似槟城的信州桥。它也是世界著名的湿地保护区。景点除了红树林龟卡岛之外，最著名的就是欧亚大陆最南点所在的丹绒比艾国家公园。这个是咸蛋黄虾，边上这个蔬菜叫富贵菜，好像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。它
老头牙。对面就是龟壳岛国家公园，开到那个马新那个跨海大桥上面去了。因为它前面写着个乌兰，它没有写新加坡了，我以为它乌兰是新山的一个地名，知道吧？它那边新山市，它不写新加坡，它写乌兰。乌兰我想有什么地方，因为我是晚上没事做，我就驾车乱跑跑。吃完晚饭啊，看一下龟阁渔村，哇，渔舟唱晚。对面的海面上面这些一个一个的浮动的，它们叫做卡隆，相当于是一个一个的水上村庄了。上面的人有居住在上面的人，常年居住着的。其实就是一些正方形的竹排，漂浮在这个水面上，成为他们的定居点。这些渔民到了黄昏反而出动了，听他们说这些是晚上去那些滩涂上捕虾的，因为要灯光暗的时候捕虾才比较好捉，所以这些是专业的逮虾户啊。今天龟壳这边天空的这个能见度跟通透度呢都不是很高，因为有很厚的乌云了。但是呢，当夕阳开始降临的时候呢，它还是从乌云中顽强地探出了头，露出了一张金黄色的笑脸啊，不错不错啊！吃完晚饭看夕阳，这个海鲜餐厅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时光光疗。安静的柔佛州的海边，最南边的小渔村龟卡。现在已经进入夜晚了哈。这种小镇呢，一到夜晚呢，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。那应该除了那些海鲜排档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夜生活了。这就是小渔村跟小镇人的生活呀，不像大城市，每天晚上还想着去 club， 想着去泡吧。OK， 请说早点睡哦，明天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拜访哦。Tomorrow。今天一早用过早餐之后，我就骑上摩托去探访我们龟卡的2个华人渔村。首先来到左边的这个叫做龟卡港角的龟壳港角啊，就深入他们的渔港边上的小渔村了。这里的房屋跟社区全都是搭在海边的滩涂上的。其实这里原本是没有陆地的了。现在这两边的这些小木屋，水上的小木屋很多都做了民宿、餐馆和商店了。这里其实跟槟城的信州桥很像，它都是在海面上凭空搭建出一块土地出来的。估计这里的先民刚到了马来西亚龟壳这个地方，可能并没有自己的土地，于是他们就自己动手在海面上搭建出了一个自己的村庄和社区。哇，这里还有龙王庙。真的好大这个社区。用那种烂俗点的说法，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威尼斯啊。这都是民宿。
所以说来龟壳这边玩的话，也不用提前订旅馆了，你只要走到这个华人小村庄，这个水上渔村，随便敲开一户门，他们家里人可能都在经营民宿的了。逛完左手边的龟卡港角，我们又来到了右手边的咸水港渔村。两个渔村呢，其实大同小异，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但是在咸水港这边呢，我又发现了有很多店家在经营出租电动摩托的这个业务，方便游客在这里自驾喽。这里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挨得很近，街道与街道的距离呢也很窄，但这并不会让你有拥挤感，反而能体会到那种关系特别亲热的邻里情怀。街坊邻居都是住住代代的老相识，有些人是开咖啡店的，有些人是开小餐馆的，还有的是经营家庭作坊，比如说做豆花水啊、椰水布丁的。在走走逛逛间，你会轻易地体会到富有人情味的水上人家生活。像龟卡这样的水上高脚屋，是建于东南亚气候湿热地区的一种普遍的民居形式。它既能通风透气，又凉爽干燥，不仅可以使人免受潮气的侵袭，更有利于健康，而且能避免昆虫、蛇兽和潮水等自然危害。此外，放眼向海面上望去，四周一片片鱼排漂浮在水上，一座座小木屋又伫立在鱼排之上，组成了一幅海上田园风光的景象。这些鱼排是由木板捆扎而成，底下呢有泡沫材料，使其能够浮在水上。鱼排上住着渔民，鱼排下又养殖海产，所以说龟卡这里的海鲜也非常有名，新鲜好味又便宜。于是我呢忍不住连着2餐都在海边的海鲜餐厅里面吃饭。拜拜哦，拜拜。哎，好。在离开龟卡之前，我还要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丹戎比艾国家公园，那个亚洲大陆的最南点。OK， 吃完海鲜午餐，我们离开龟壳啊，正式骑到了亚洲大陆的最南端，也是马来西亚的最南端。如果说中国的天涯海角在海南岛的话，那马来西亚或者说整个亚洲大陆的天涯海角呢，就在这个丹戎比亚。到了丹戎比亚这个国家公园的门口了，那么这边呢就要步行进入了，摩托车呢就只能停在大门口。我们进去看看啊，我们直接到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去。看一看，瞧一瞧吼。Tanjung Piai， Tanjung Piai 不是 Tanjung Piai， 应该念成丹戎比艾。Selamat datang ke Tanjung Piai。The southernmost tip of mainland Asia， 亚洲大陆最南端，官方认证哦。现在我们正式进入那个丹戎比艾国家公园的内部了啊。现在进去呢，要走过一条长长的林间的木栈道，上面写着往前走是亚洲最南端的那个点。咱们先去那个地标那个地方打个卡，也是这个国家公园最有意义的地方。那个点就是亚洲大陆最南端的。They said you never walk alone。它的意思应该是，在这条路上也不仅仅是你一个人。在路两边呢，其实有很多那些雨林中的生物在陪伴你一起。但是这句话，如果说大一晚上的看到，你一个人在走路看到这么一句话的话，还是有点奇怪的。不过无所谓了，现在是大正午了。在雨林中听到很多野生动物的这种叫声，然后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这种湿湿的泥土的味道，
时不时还飘来一阵那种野生动物的粪便的味道啊 ，Into the Wild。这路两边的泥沼中，看似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但仔细一看呢，有很多这种螺。这螺应该是活的，里边应该是你看，它里边是有在动的，有螺肉的。这种也不知道什么螺，我把它称之为巨大版的丁螺。所以说，整个雨林生态中，这种红树林中，其实生态环境是很复杂、很多样化的。这里还有热带植物的保育园，它这里培养的是一些热带植物的幼苗，应该就是红树的幼苗吧。哇，一颗一颗的好可爱啊，都是小幼苗。这条栈道越靠近海边呢，那种又高又密的那种红树林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是这种比较矮的这种灌木丛。然后现在就很热从槟城绕了一个顺时针的圈，我们来到了柔佛州的新山，然后来到了圭卡，然后到了这个丹中比艾，然后再步行到了这个亚洲大陆的最南端，the southernmost tip of mainland Asia。太难了，这儿真的很难呐，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点啊。丹戎比艾国家公园呢，它在马来西亚的所有的国家公园里边，作为自然景观来说呢，其实并不是最出色的。但是呢，很多游客会到这里来打卡，会到这里来参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呢，就是这个地理标定点，亚洲大陆的最南端的这个点。那么作为大陆而言的话呢，就必须是和整个亚洲大陆连在一起的。我们通俗的讲呢，就是你从中国甚至俄罗斯，你驾车可以直接到的地方。那么由这个定义来说的话呢，像类似印度尼西亚呀、新加坡呢，它就不能算是大陆国家，因为它是一个岛，它是属于岛国。所以说无庸置疑的，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呢，就在马来西亚的丹戎比艾。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我们常说做人很难，生活很难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怕难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就到了整个亚洲最南的地方 ，the southernmost tip of mainland Asia。亚洲大陆最南端就在我们柔佛州的丹戎比艾国家公园里面。丹戎比艾和圭卡一样，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笨珍，同时也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端，距离新山市中心约90公里。丹戎一词在马来语中就是海角的意思，而比艾呢就是蕨类植物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地名就是长有蕨类的海角。丹戎比艾海岸线长达8公里，具有面积约有400公顷的潮间沼泽地带和拥有多种自然生态的生物，是柔佛州的5大国家公园之一。除了有著名的红树林外，游客还可以看到在林间到处走动的猴子，在天气晴朗的夜晚还可以看到栖息在红树林中的萤火虫。在丹戎比艾国家公园旁边有一个 coffee， 这里好像也是一个摩友会来打卡、会来贴贴纸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个 coffee 呢今天是没有营业的，可惜了，本来在这里吃个午餐也不错。OK， 离开了丹戎比艾的亚洲大陆最南端，我就要北上，踏上返回槟城的道路。在我一路南下时，我走的是东海岸的沿海公路，而北上我则要取到西海岸。在西海岸的沿途，有着马来西亚最繁荣、最有代表性，也是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几个城市，比如马六甲、芙蓉、吉隆坡、怡保、槟城等等。OK，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一
见山连，后面的内容将会更加精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